少爷，少爷，手榴弹呢？少爷能捅我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好大！少爷，你在叫我啊？对呀。唉，少爷又发病了。他嘴巴明明没动，我怎么能听到他内心的话？难道我会读心术？少爷，少爷，老子一个堂堂天子长孙，竟然穿越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傻子！少爷，你看，这是燕儿新给你买的拨浪鼓，想不想要呀？还把我当傻子啊！不要拨浪鼓，我要大白兔。少爷不可以，少爷你在哪儿学的这些？少爷，少爷不可以，少爷你在哪儿学的这些？少爷，少爷，燕儿，刘侍郎跟刘姑娘来了。少爷，刘姑娘和刘侍郎前来，定是为了你的婚事的。少爷随我来吧。等少爷娶了刘姑娘，少爷就有家人了。多好一姑娘，竟什么事都为我考虑，我一定不能负想不想要呀？不过我这读心术好像也不是完全能读懂他人内心，似乎只能读取一部分，看来还得多练习练习。看来老子艳福不浅呀！有燕儿这样的贴身丫鬟不说，还有这么漂亮的未婚妻，试试看能不能读一下她的心。皮囊倒是不错，可惜是个傻子。就算我是傻子，也是你未来的老公。爹，他怎么跟那个别人说的脑子缺根弦的傻子不太一样啊？应该是有人教他这么说。少林，你娘死得早，现在你爹也走，所以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商量一下，希望你耐点心听我说。说，今日我来你赵家有2件事，第一是祭拜你父亲，第二就是想退掉你与诗诗的这个婚事。侍郎大人，你可不可以这样？我们家老爷才刚走，你就想着法子退婚，这不合礼数呀！我跟你赵家家主说话，岂轮到你个丫鬟插嘴？刚才他说的那些话，是不是你们这些下人教的？对不起。赵清风走，赵家就剩下这个傻子，我岂能让我女儿跟一个傻子受苦吗？爹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傻子竟敢打我！哎，你敢看见他刚才脸上有个大蚊子？大蚊子。好，我不跟你这个傻子一般见识。少林，赶紧在这份和离书上签字，这事儿今天就算了。哎呀，我与诗诗的婚约已经登报户部，只要我不在这和离书上签字，我俩就没法结束婚姻。这傻子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攀上了三皇子这个高枝儿，只要一旦摆脱我，就会想方设法把女儿嫁过去，成为皇亲国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关柔那个贱女人告诉你的？谁告诉我的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我告诉你，你女儿我娶定，7日之后洗白白，等着相公来找我。你不傻了？你说呢？怪不得看他眼神不一样了。即便你不傻了又如何？能娶我刘诗诗这男人，那必是人中龙凤，万中之一。而你赵林，你要是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就应该知道我是你配不上的女人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还真挺期待的。我挺期待你在床上脱光了求饶的样子。父子放肆！我可是吏部侍郎正三品大员，你敢辱我，就是在辱我！来人，这家伙辱没朝廷命官，给我拿下日顺天府！少爷好厉害！少爷您没事吧？哎，岳父大人啊，我和我未婚妻曹调情怎么了？怎么成侮辱了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回吧。7日之后，我赵林3书6礼8抬大轿登门拜访。好你个赵林，有种！我们走，废物起来！少爷，你不傻啦？那刚刚少爷是对我……少爷，我会对你负责。少爷，在老爷灵堂前还是注意点吧。
平安，过来。这是爹爹带你去的平安寓所，父亲不求你飞黄腾达，只要你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的宝贝儿子。少爷，您别太难过了。看来自己跟前世记忆融合了，这么一来，这是前主的老爹，也是自己的老爹。爹，您生前给我定的婚约，我一定会完成。等我睡了刘诗诗，再把她一脚踹直，报背信弃义之仇。赵健，你去把我父亲这1个月用过的所有药房和见过的所有人给我列一份名单出来。好的，少爷。父亲重病多年，就算活不长，也不会走得如此匆匆。我一定要查出水落石出。灵儿，你怎么来二姨娘这里了？灵儿想二姨娘，想找二姨娘玩啊！姨娘现在还有事，没有时间陪你玩。你去找赵健和燕儿玩好不好？不，我就想找姨娘玩。姨娘，你这身上抹的什么呀？这么香！你个傻子，这是做什么？我是你二姨娘。上个月嫁入我赵家，和我爹也没发生什么。我爹临终前告诉我，让你好好服侍我，给我赵家留个后。留后？你个傻子，你知道什么是留后？知道怎么留后吗？你这是什么人教你的？这些事儿不用人教，就能无师自通。你不傻了？你是我爹的小妾，现在从了我也是理所应当的事。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赵林，你不要胡来，你是有婚约的，我是你爹的二房，我们不合适。这女人内心很坚强啊，竟然到现在还没露出破绽，让我没法动心。嘿，我爹没了，难道你要独守空房，守活寡？还是说我爹的死和你有关系？难道他知道些什么了？果然和你有关系。这事有三皇子参与，事关重大，我不能让他知道。三皇子，好一个三皇子，想抢我老，还和我爹的死有关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什么都没说啊！你的心已经告诉你放过姨娘好不好？别怕，等会儿就舒服了。二夫人，管家求见。赵琳，有事，要是让管家看到了可不好。我堂堂赵家公子，还要看一个管家的看法不成？难道你和他有染？或者说，他杀了我爹？进来。这花是我刚摘的，多漂亮，特意来送给你。哎，这傻子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你眼睛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吹一下？你这混账，怎敢越矩？我是赵房二太太，不过是个下人，离我远点儿！赵清风死了，现在赵家的经济都掌握在我一人手里。如今我才是老，你早晚都要停了。难不成你还在乎一个赏子？来着，到外面玩去。我为什么要去外面玩？我跟你二姨娘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你在这儿不方便。什么重要的事？你个傻子，
今天话倒是挺多呀，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，非要逼老子动粗是不是？滚出去！别逼我老子啊，扇你！你动我一下，你试试。你这傻子，你知不知道，如今只要我愿意，一脚就能把你踢开，还敢跟我顶嘴，还以为自己还是个主人呢。看来今天得让你见识见识，这赵家到底谁才是老大。你的武艺怎么变得如此厉害了？我还有更厉害的，你想不想见识一下？就算你真的能杀了赵峰，那赵家怎么办？他现在可代表的是赵家的经济，要是突然死了，赵家就会陷入彻底的破败。不就是挣钱吗？小意思，有我在，赵家不会破败。方才我还劝你要清楚自己到底几斤几两，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听懂。偌大的家业若是要支撑，每天得花多少钱？你真的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等着瞧就好了。3天之后，我必然收回赵家的经济大权，并且睡了。等着我。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！这个小畜生简直太过分了。不过他不傻了以后，好像变得确实有男子气概了。我若真是曾的他，像也未尝不可。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少爷，老爷这1个月见过的客人、吃过的药方全都在这里了。做的不错。哎，对了，去账房给我支1万两出来，我要做生意。1万两？少爷，刚刚账房还跟我说，现在咱们赵家连100两都拿不出来了。现在就连我们下人都要节约用度，从1日3餐改成了1日2餐，哪里还拿得出那么多银子给您做生意啊？我爹好歹是大夏公爵，怎么去世不久，这1万两都拿不出来了？把账房给我叫过来。少爷，账房里一堆事儿，我可没时间陪您玩。赵忠，少爷叫你来，自然是有事情要吩咐，你听着便是。哦，那少爷有什么吩咐？给我支1万两，我有用。1万两？少爷要1万两银子干什么？做生意。做生意？哦，好的好的，马上。来，我那聪明绝顶的少爷，这里是1万两，您先拿着花，不够用的话再来找我拿。哎呀，你先出去，把门带上。看看，我们少爷果然是大聪明，竟然都想到做生意了，真是我赵家的福气啊！你他妈逗我玩呢是吧？你怎么？我怎么不傻了？少爷，我可真不是玩您，您突然找我要1万两银子做生意，我上哪去拿那么多钱？堂堂大夏公爵府，1万两拿不出来，你不是耍我是什么？少爷，您看，咱们府上所有的账本都在这儿，所有的支出都记录在案，我真没骗您。我赵家怎么这么穷啊？少爷，您有所不知，老爷去世之后，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接连告急，一个接着一个破产。要不是管家撑着，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千真万确？这傻子不会怀疑我吧？就算他怀疑也没用，我这一手账做的滴水不漏，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来。当真，千真万确。账本还真是滴水不漏，挑不出毛病了。少爷，您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难道他知道我有2套账本？和我玩阴阳账本是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怎么？少爷，我赵忠在赵家做了20年的账房掌柜。想当初我刚来赵家的时候，
老爷便特地赐给我一个忠字，证明他老人家也相信我是一个忠心不二之人。如今他老人家刚去世，您便如此怀疑我，难道就不怕让我们这些为赵家辛勤付出的下人们寒心吗？演，接着演，让我看看这真账本藏哪儿了。账本？哪有什么账本？若是你能在这府上找出别的什么账本来，我赵忠便原地自尽。想找到我的账本，根本不可能。我可是将它藏在我床底下第4个青砖的下。如果我不说，谁人能补？藏得挺深呀。燕儿，少爷，您吩咐。去他府上床底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胡乱猜的，胡乱猜的。第4块青砖下面，把真账本给我拿出来。哦，是少爷。还有，把我爹的建议拿来。是。怎么可能？这个事我谁都没有告诉过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你到底是神是鬼？难道你真能读懂人心？这纸啊，包不住我。你当时做这些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少爷，找到了。不是说只有几十两吗？怎么现在还有3万余两？我想听你解释解释。按照我大夏的律法，出了家贼，家主可以随意处置。我现在可以随时杀了你，还是说你自己原地自尽？饶命啊，少爷！都是管家指使我的，我就是一个账房掌柜，要不是管家在背后撑腰，我哪敢做这种事啊，少爷！你当真悔改了？少爷，小人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再给小人一次机会，小人一定像伺候老爷一样伺候您。现在还是跟这傻子委曲求全为主，等管家起事，老子非好好收拾这傻子不可。我本念在你和老爷20年的情分上，打算给你一次机会，可惜呀，谁让你虚与委蛇，真是太让我失望。不要啊，少爷，小人真的知道错了，少爷。若人人犯错，嘴上说说我就原谅，那我这个赵家家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你真能读懂人心啊！少爷真的是太果敢了，毕竟他才是赵家之主，以后还是跟着正主混才行啊。你俩还算懂事，去给我支1万两出来。是。大人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？赵忠被赵林给杀了，他的真账本也被找了出来。现在赵林控制了账房。你说什么？赵忠居然被一个傻子给杀了？到底什么情况？具体发生了什么不太清楚，不过人已经死了。那个傻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哪有胆子杀人？必定背后有人在教他。到底是谁呢？是柳家还是关荣的小骚蹄子？那账房的事情现在该怎么办？无妨，赵家的产业我已经基本转移完毕，账面上也没剩多少，拿走便拿走了。至于那个傻子到底如何，你最近给我盯仔细了。是。少爷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就只有3000两？自从赵忠跟赵峰勾结，无时无刻都在转移咱们赵家的财产。即使你现在找到了真账本，但银两随时都在流失，所以这点钱想进糖厂不够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最近低调点吧，把所有不必要的开支都停下来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让赵家重新崛起。
是少爷。刘二哥，波哥，想死你了！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得从这个傻子手里捞2个。波哥，找我啥事儿啊？这小子以前没少从我身上弄钱，今儿个好好给他上一课。哎呀，刘二哥，你父亲不在了，你一定很难过吧？哎呀，这样啊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咱们开心一下。开心一下，开心一下，走。行，少爷，放心。哎，辛苦，让一下，谢谢。哎，刘哥，我最近练成了一门绝技，听骰子。这么厉害？不信啊，看波哥的，摇。来，买大买小，大买小，离手。小，4、5、6，大。开。4、5、6，大。这位客官，厉害呀！是啊，都能听骰子，有这本事，那不发财了？怎么样，波哥这技术不错吧？啊，确实厉害。哎，波哥，我也想挣钱呢。这小子上钩了。哎呀，想挣钱还不容易吗？待会儿大家都跟着我买，来，接着摇。不信邪了，这就让你听出来了。买定离手，这次是3个6豹子啊！3个6豹子，押中了豹子，庄家可是要赔偿3倍的呀！赔偿3倍！我押豹子，快押！押！我押豹子，快押！哎呀，可惜呀，我手上只有200两，就算翻3倍，也才赚600两。这，哎，你手上有多少？我有啊，我有钱。我有钱呐，我有3000两。哦，快，全押3个6大。就能赚1万两啊，兄弟！1万两银子，快押！好，全押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！我不是跟你说了3个6豹子大吗？为什么要压小呢？啊！我这幸运数字是1，我猜这把3个1小。傻子，有钱不赚，还幸运数字。哎，我啥时候骗过你啊？跟我压大准没错。哎，别胡闹了，拿回来。哎，我没胡闹，该开。停！这局我觉得争议挺大的，要不先不开了，大家先把钱拿回去，重开局，好吧？重开局。对，咱们这局算了，下局再开，拿回去啊！拿回去。不行，怎么玩不起啊？认识你，赵家的大傻子，劝你识点相，别到时候少胳膊少腿，怪我没脾气。刘哥，这翠香楼背景雄厚着呢，你这现在又没了，咱们现在可惹不起啊！要不还是算了，反正你也没吃亏啊，算了。玩不起就危险，兄弟们，都说算了，行吗？不玩不起。妈的，输也输个明白啊！开！我也很好奇，你到底是大豹子还是小豹子？几百两大爷还输得起？开！喝个面啊！喝个面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猜中了。你不说他是傻子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写了本了。今天无论发生什么，哎呦，这押中豹子，庄家赔3倍，这规矩，这谁定？钱呢？这小子出钱，哎，大家都听到了啊！说3个1，哎，真的就是3个1，这不出钱这什么呀？对，他就是出老千。这骰子在你手里，你说我出钱，还有没有道理？大伙听见没？这种没有诚信的商家，以后谁和你玩？把钱拿出来！谁说我们醉香楼不讲诚信了？孙掌柜，这位小哥是公爵府赵林。原来是赵小公爵，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。不过既然你赌赢了，我醉香楼必然会按照规矩行事。1万两在这儿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这1万两是我应得的，
但你们店店大欺客这个事儿，区区误会2个字就这么接过了，是不是说不过去？小子，别不识抬举！老李，这位可是孙掌柜，你脑急是不是又犯了？赶紧降就收啊！他都说是公爵府的公子哥是个傻子，今日一见，真不一样啊！确实不傻呀，看着好像还没有哭的样子。你想如何？今天陪我喝一杯，这事就了了。这小子太狂了，敢打孙掌柜的主意，敢打孙美凤主意的男人，可没有几个有好下场。赵公子盛情难却，美凤若拒绝，岂不是不识好歹？今晚煮酒论英雄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少爷，那孙美凤可是道上的人，你招惹她干嘛呀？这道上的人虽有点黑，但胜在背景复杂，关系广阔。想要重振赵家，结交这样的人，好处多多。哎，你去把我要的东西准备妥当，这事一定给我办得漂亮。放心吧，少爷。我的好未婚妻呀，竟然深夜出去和别的男人私会，是诚心想给我戴绿帽子。今天外面天冷，注意一点，别着凉了。谢谢殿下。谢什么谢？你迟早是本宫的女人。公子这是在骂三皇子？不然呢？那可是皇子，万一被别人听见了，你不怕惹事儿？皇子给我戴绿帽子，我还不能骂他。原来如此，公子不必太过伤心，这样的女人不值得。今日能来醉香楼的，都是京城的青年翘楚。今日煮酒论英雄，大家尽管畅所欲言。孙掌柜，今日这煮酒论英雄，可有什么彩头？好啊，大家远道而来，搞点彩头也能增加大家的兴致。若是能解释英雄2字，并令在场所有人折服，美凤便送上一个从西域来的琉璃盏，价值1000两。其次，美凤还能答应个力所能及的要求。原来这女人想通过这个所谓的煮酒论英雄找靠山，却反过来说是帮别人做一件事，玩得挺高。我先来。张公子请。各位，献丑了。我认为聪明绝顶谓之英，胆识过人谓之雄，有勇有谋者可称英雄。好，有勇有谋，张公子说得好。见张公子打出阵，让苏也来献丑献丑。原来是苏公子，翰林院学识大才之人呐！是，公以国家生此以，喜祸福必趋之。我认为，心系天下者才是英雄。好，心中没有天下，何谈英雄？公子觉得他说的怎么样？那你不如也上去解释一番。爷，这主角还没登场。主角？好一个心系天下的英雄，不愧是苏公子，对英雄的示意很完美。看来今日美凤是要欠苏公子一个承诺了。苏公子的见识果然是很妙，但是本宫也有一些欠欠。皇子都来了，这醉香楼的面子可真大呀！虽然您贵为殿下，但要论学识，光是身份可是远远不够。苏公子，你误会了。话说煮酒论英雄嘛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。我的学识虽然不如你，但是我也有发言权嘛，不是吗？啊！三皇子真是和蔼可亲啊！是啊，既然说话这么客气。殿下言重了，请讲。自古英雄无数，他们无不例外。
都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。为了建立盛世太平为毕生所向，他们胆量过人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他们胸襟开阔，无数人才趋之若鹜。他们大义凛然，为了正义敢闯龙潭虎穴，不屈不挠，方为英雄。好，好一个不屈不挠，说的太好了！我看今日对英雄示意最好的是三殿下。这宫里不受凤凰待见的我，也只有能来领奸演戏拉拉人气了。还好效果不错。三殿下就如此胸怀，道出的示意令我折服，当真是具有帝王风范啊！请受鄙人一拜。苏公子，今天这场戏演得真好，三殿下肯定相当满意。看来你不用上场了，何出此言？因为三皇子对英雄的示意堪称完美。是吗？今日谁对英雄二字示意精准，想必在场的诸位都有答案了吧？那自然是三殿下做的示意最完美。我也赞成。既然都赞成，那这琉璃盏还请殿下收下。我不赞成。我对英雄二字也颇有理解，向上台说道说道。你是何人？在下的未婚妻刚才承蒙太子殿下召来，在下公爵府赵。哦，是刘侍郎的女儿。三殿下勾引用妇，还被抓了现行。你休得胡说！我与诗诗姑娘乃是普通朋友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殿下这么激动的，哎，你叫我未婚妻什么？诗诗，你们很熟啊？住嘴！你信不信？既然赵公子上来言说英雄之意的，那便让他上来言说吧。公爵府的赵林，全城谁人不知？傻子一个，还能理解英雄之意？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！区区一个傻子，还在这高谈阔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夸夸其词，论英雄。你知道英雄二字怎么写吗？把你们的狗嘴闭嘴！你，请赵公子上来言说。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10以内的算术都不懂，怎么可能知道英雄的含义？他要是说出什么好听的，我出家做和尚！闭嘴！夫英雄者，应有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包藏宇宙于今，心存九州之量，吞天顶之志，顶天立地者，方为英雄。好，不屈不挠应是为人之本，然而顶天立地才方能称真正的英雄。看来他一直被人误会了。这样有抱负的男人，不就是我希望寻找的另一半吗？没想到这样一番话竟出自一个傻子之口，真是打脸啊！我们被打脸不是，关键是我们的对象，可就不好说了。赵林，你把他记住。娘子，你堂堂吏部侍郎之女，应该有女德之义。回家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今日煮酒论英雄，显然是赵公子胜出。此琉璃盏，还望收下。赵公子这是为何？你可知这琉璃盏价值3000两？你个败家子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可惜了，可惜了！你们视为珍宝的东西，在我眼里，你看来赵家还没走到尽头，我和赵峰的合作得从长计议了。果然，内心强大的人需要动摇对方的心理，才能使用读心术。今天把你叫过来，你应该回答的。看来很多时候，外面的传言并非真实。这些年来，外人对赵公子的敌意也太深了。我赵家产业现在应该都在你手里。赵公子在说什么？美芬不知道。赵峰一个管家的身份，是不可能拥有我赵家产业的，所以他找了你代持我说的名字。谁告诉你的？
那些都是我赵家嘴上的传言，还给我，条件尽开。尽管开，我前后后花了近30万，现在的赵家能拿得出来吗？拿不拿得出来是我。只要咱们站在一个战线上就行。可以。这嘴上说的结盟可没意思，咱们应该做点让关系更好的事。做什么？你说呢？明知故犯。嘿嘿嘿。哟，赵管家，有啥事啊？这是我刚刚买的苹果，特意来少爷尝尝鲜。说你不傻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不相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知道我不傻了，打算如何呀？你如果继续装傻，或许我还能饶你。可惜你不是这么傻。这是打算鸠占鹊巢、喧宾夺主了？赵家的产业已经全部落入我的脑，只要你一死，我便是这家真正的家主。大夏的利率，仆人不可长财，你就不怕孙美凤背叛你吗？知道你昨晚去找了那个女人，不过狡兔上有三窟，你以为我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？动手！想读赵峰的心，看来有点难度。这两个人身手都不错，若我一个人，倒也能全身而退。关键是有燕儿在。少爷，别乱动，我会很利落。等干掉这傻子，再找机会杀了赵峰，到时候便能坐收渔翁之利。看来有人身边养了一条狼，却浑然不知啊！什么意思？他打算杀了我之后再杀了你，来一个坐收渔翁之利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大人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的鬼话呀！事到临头还敢挑拨？哎，他和你老婆张氏有一腿，最近的一次是昨晚的四更天。你，我操！哎，还有更劲爆的，你想知道吗？你儿子赵波也是他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杀了你！先出去。我不走。出去！你在这只会妨碍我。接下来该杀你。杀我？老子打了几百场，除了败在核弹之下，还没有任何。你以为你真的可以？你竟然有宗师之秘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是个傻子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如此了得？你！我救你！你个傻子！难道你真的杀了赵峰？你理解错了，是他想杀我，被我反杀了。你糊涂！自从你爹死了，人人都想蚕食赵家一份。赵峰他虽然有野心，可他心里是想要保全赵家家业的。我本想对他加以控制，以此虚于委蛇，现在心思全白费了。呸！狼子野心，他还想为着我赵家着想，简直是笑话。今天我就先杀了他，当做排位菜，来日再杀了三皇子这个罪魁祸首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若敢杀皇子，别说是你，整个赵家都要跟着陪葬。我看你真的是疯了。我赵灵言必行，行必果。若不是我知你本心是为了赵家，你的下场和他没什么区别。我知道你每天给我父亲投毒，虽然是他自愿，但你依旧囊套其责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。用我这条命换你的周成，
那么这一切也就值了。老爷，文老，你我之间无疑是事实。今日我就将你许给我儿赵林。他虽然智力欠缺，但他人很善良。在我走之后，希望能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帮我一起照顾灵儿。我一定会照顾好灵儿。那么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希望你不要泄气。老爷，你醒醒！那你想对我怎样？3日之前我说要掌控赵家，并且顺利，今天就该兑现了。灵儿，不要这样，灵儿。你放我下来，我们名不正言不顺，大白天跟发会被耻笑的。还真把自己当长辈了。我爹把你许配给我时，我都知道了。我求求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没有做好准备。现在功劳，别把这绳子让他拿去，我此事之后，我只能永远离开公爵府了。这女人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给你盖个戳，以后你就是老子的人。殿下，赵峰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作为家仆继续主家家产，谋害家主，被赵林私处了。赵峰以前可是个将军，礼义两全，就这么被赵林那个小子弄死了？不仅如此，孙美凤还将赵家家产悉数归还。公爵府活过来了。费尽心思弄死了赵清风，这下倒好，他儿子倒成了顶梁柱。还有什么事说？赵林已经动身前往刘府，准备迎娶刘诗诗。刘奎虽然现在只是个侍郎，但是父皇早就想把他立为尚书。吏部又是6部当中唯一没有其他皇子插手的地方，这次必须把握住。若是赵林成功迎娶刘诗诗，无疑是成为殿下收复吏部的一大佐证。既然那傻小子想死，我便成全他。吉时已到，你们刘府还不赶紧把新娘子送出来？怎么还没出来啊？是啊，这老祖宗定的规矩，刘府今天是要打老祖宗的脸吗？新娘子，快出来呀！是啊，让我们见见新娘子。爹，现在赵林已经闭上了门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没想到赵峰那家伙竟然连个傻子都对付不了，难道就让他这么胡闹下去？没办法了，女儿，爹是吏部侍郎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升迁尚书。若此时留下什么口舌给别人，后果我们承担不起啊！难道您真让我嫁给他？那三皇子呢？三皇子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只能先把他迎进来，拖延一番时间，看三皇子有没有什么动作吧。那若是没动作呢？那咱别先委屈你了。今日让诸位久等了，一起来接亲，便进来接试试吧。小婿见过岳父大人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是我赵林大喜之日，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。大喜啊，公子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坐吧。岳父大人，我娘子呢？女人嘛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
梳妆难免耽搁。梳妆，我看是故意躲起来不想见我，在这拖延时间等三皇子来救你。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我刘府有你的眼线？老天爷给人关上一扇门，就会给他开一扇。之前大家都嘲笑我是个傻子，现在我痊愈了，老天爷赐给我了一个本领，想知道吗？什么本领啊？那就是听见别人内心想的是什么。怎么可能？赵林，你少诓骗我！你以为你是神仙吗？还能听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呸！既然被你猜到我们在拖延时间，在等三皇子，就应该知难而退。你爹当年尚在时，那可是大驾堂堂一等公爵，圣上都得给他3分薄面。你是他儿子，却无功无义，连世袭的资格都没有，一介平民，凭什么跟三皇子皇子厉害吗？圣上的儿子龙子。我呸！抛开身份，难道他比别人多长3条胳膊8条腿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女儿刘诗诗我娶定了。你别藏着了，我都看见你了，出来吧，赶紧和老子回去洞房。哟，娘子，你是想让我把你抱上花轿，还是乖乖和我一起走回去？赵林，你休想动我1根手指头！1根手指头？那你也太小看我了，老子要把你吃干抹净！别说1根手指头，就是1颗头发丝儿，我都不会放过你！流氓！无耻！混蛋！你越骂我就越兴奋。哎，去洞房也行吧，在这儿不可以呀！赵林，你太过分了！刘侍郎，你给老子闭嘴！动动你的猪脑子，好好想想，你要是不把刘诗诗嫁给我，你就会背上背信弃义的名声。皇上会把尚书一职给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吗？刘侍郎，你这20多年的心血，多少次低声下气、做牛做马、任劳任怨换来的功成，娘子，身上好一股栀子香，看来是需求比较旺盛的季节。今天晚上就让我好好满足你。住手！哎，诗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万皇子殿下，您终于来了。赵离，你只不过是小小公爵之子，你怎么敢如此的放肆？殿下什么意思？我哪儿狂妄了？你还装什么？我早就知道你在装傻。我奉劝你，识相的话自己退婚，否则怎么样？否则就是跟我作对。啊？跟你作对？女三王几啊？你不怕我这个皇子是吧？赵林，你太狂了！这可是当今皇子，你怎么一点尊卑之心都没有啊？赶紧给殿下磕头认错，否则我手里的宝剑要见血了。跪下认错，那好像确实得跪下认错。那你还不跪下？要跪下的也不是我，是你。我看你的脑子是不是又没过吧？啊，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？赵林，这是当今皇子，你怎么能让皇子给你跪下认错呢？我看你还真是看不清楚形势。
不懂得尊卑之别。世人说梦，就凭你让我下跪这一句，我就能让你死，还废什么话呀？动手啊！哎呀，挺热闹呢。孙美凤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保护林哥哥了。赵丽，你竟然跟这个贱女人在一起，你可真是不知羞耻！我是什么女人？老娘混迹江湖多年，虽未婚嫁，但上知洁身自好。而你身负婚约，却和别的位高权重的男人勾勾搭搭，到底谁才是贱女人？孙美凤，你最好搞清楚形势，赶紧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林哥哥，你真聪明，早就猜到三皇子今天会来，今天正好拿他。什么意思啊？目标是我，拿下他！大胆！这乃当今天子千金之体，你不要命了？赵林，你不要糊涂啊！你若在我刘府惹下皇子，那不是把我们也害了吗？岳父大人，咱们是一家人呐，这一家人不办两家事，出了事大家一起扛啊！拿下！胆敢接近殿下5步之内，死！秦轩可是武状元，武艺高超，就凭你们这些杂碎，还奈何不了我。动手！找死！武状元，就这。我爹身体明明每日愈下，你为何要施以杀手？我既然无法读取他的内心，看来这个命一定很重要。我只不过觊觎你赵家的家产，没有为什么。好大的胆子！我杀了你！你敢？你不怕被灭九族吗？你不敢的！还挺有骨气。你这条命我确实有，我要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难不成你还想向父皇要赎金不成？我就知道了。带下去，好好保管。林哥哥，你放心，有我安排，谁也找不到他。陈美凤，你敢！赵林，你想清楚，我是皇子！赵林，你糊涂啊！你是民，怎么跟皇家斗？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这句话是玩笑吧？你太天真了，你闲话少说，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刘诗诗，你是嫁还是不嫁？事到如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真不说？我说过呀，我让她的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你想当吏部尚书，最好就好好配合我。他一个皇子，必然会传遍全京城。你打算何时动身？立刻，等时机成熟，你就去举报我，立大功。尚书一位，就离你不远了。好，就这么干！干他娘的！爹，您真要跟这种人渣合作啊？住口！赵林纵有万般不是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这么干。若真能成，说不定我还真能当上那个位置。你为了您的仕途，就要把我推入火坑吗？你嫁谁不是嫁呀？如今三皇子身陷囹圄，你又与赵林有婚约，光明正大、名正言顺，有看清现实吧？娘子，走吧，再耽误可就要错过吉时了。
算谋杀亲夫吗？赵林，你就算得到我的人，你也得不到我的心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比较肤浅，我就想得到你的人，没想得到你的心。不错呀，挺润的。没想到你还是个厨，倒是意外收获了。秦少，闭嘴！哎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这个吗？我已经签上字了，你要想要尽管拿去，离开公爵府，没人敢拦。哎，少爷，您为啥还要和刘家处关系啊？这你都说了，这叫关系。咱公爵府能利用的关系很少，那本少爷会轻易放过这次良机吗？原来如此，少爷还真是能屈能伸。那个，哎，糖铺怎么样了？哦，少爷，咱们的糖铺啊，一经开业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现在全京城的人啊，都把您炼制的白砂糖视作神物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件事怎么样了？啊，消息，立正。咱们公爵府身负血海深仇，虽然这罪魁祸首已经抓到，但想要他的命没那么简单，所以我想赌一把。为老爷报仇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若这次我们公爵府能够重新崛起，大伙吃香的喝辣的；若不能，大家一起赴死，共存亡。陛下，您要的东西到了。快呈上来！总以为是民间传说，结果真有此物。陛下，此糖轻盈剔透，宛如细沙。若糖都能做到这种程度，那另一样东西恐怕也能做到。这糖铺是谁经营的？回陛下，糖铺来自公爵府赵林。赵林，赵清风那个傻儿子？正是。启禀陛下，我已出动全城锦衣卫，在京城上上下下都翻了个遍，还是没有找到三皇子。一群废物！吏部侍郎刘公求见。他怎么了？全都进来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爱卿，你今日见朕，所为何事啊？启禀陛下，微臣得知三皇子失踪，自作主张调查了一番，没想到有了一些眉目。哼，我们锦衣卫出动那么久都没有消息，一个文官还查出什么？入口！你接着说。三皇子失踪之前，跟微臣的女婿公爵府赵林有过接触，微臣认为他会能知道一些事情。不是，刘大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三皇子的失踪和你女婿有关？你是想大义灭亲吗？陛下，事关重大，微臣也不敢断言，还望陛下评断。赵林在哪儿？在他的堂铺里面。那烦劳刘爱卿把他给我带来。陛下，他是微臣的女婿，
微臣应当回避。说的也有道理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提供的信息有用，朕便给你记上一功。谢陛下。退下吧。草民见过陛下。大胆赵林，这可是当今圣上，竟敢只行此权利，还不赶紧跪下叩拜？这个陛下，草民小时候脑子不太好使，没学过什么礼数，还请陛下见谅啊，见谅。哎，好了，赵林呐，那个经堂确实是你研制？回陛下，正是草民研制出来的。连一个傻子都能制作出经堂，谁信呢？那你怎么解释我家堂铺源源售出的经堂呢？赵林呐，你研制的经堂，对我大夏来说具有重要的军需意义，朕以为可以纳入官营啊。陛下的意思是不让草民卖了？哎，毕竟是你研制，朕可以拿一个赏赐给你交换。说，想要什么？那草民可就大胆提了。说，草民想要您儿子三殿下的命。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三皇子果然在你的手中。陛下，您今日叫我来宫里的目的之一，不也想要确定这件事？那你为何动他？他同伙管家，谋害我父亲赵清风、赵公爵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我不杀他，已经是给足了你圣上的面子。赵林呐，你为你父亲的死很难过，不过牵扯这种案件自有律法定夺，其实你能私自处理的。赵峰谋害我父之事众所周知，我很快就找到了与三皇子相关的确凿证据，并第一时间去到了顺天府。然而他们把我当作瘟神，避而不见。我一介草民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不私自动手，如何替父报仇？所以你就用经堂作为三皇子性命的谈判筹码。他本就该死！你好大的胆！没这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来。您作为当今圣上，一言九鼎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换还是不换？恐怕你的筹码不够。若是再加上这个，陛下，是我大夏9000万民众吃的盐，一半是苦涩的粗盐，只有有钱人才能吃上精盐。而这精盐呢，都是从那洋国进口而来，这无非是我大夏财政的一批巨额支出。每年流出的金银，都是大夏百姓的血汗钱。而陛下您，现在就手握着这关键之处。我承认，你制作的精盐品质已经完全超过了洋国，但朕要先行将你拿下，然后逼问出制作之法，再想办法找到三皇子呢。要是能找到，你们早就找到。皇上，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您可以赌一把。如你所愿，他的生死你来处理。恭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但口说无凭，还请您下旨削去赵卿的皇子之位。等我把赵卿明正典刑，就把金堂
精盐的制作方法，双手扶持。贾政，闭目伺候。陛下，您啥事啊？诓骗朕，朕让你在大夏无容身之处。陛下放心，既然是做生意，那必然讲究诚信。陛下，你难道真的要受一个傻子的威胁，把这三皇子的生命置之度外吗？你知道这样东西对我大夏何等重要？它可以让朕纵横捭阖，开疆拓土。皇家的威名，三皇子在剿灭叛军时壮烈殉国。这小子敢对朕不敬！来夜听命，臣在。命你领暗卫盯紧赵林，一旦找到三皇子，立即将其拿下。陛下放心，臣一定办妥。爹，您的仇还是就要报了。殿下，怎么了？这玉佩看上去好生坚贞，公子从何而来？这个是我小时候我爹在庙里给我求的平安玉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公子的父亲是吾父赵清风，也就是赵离。是啊。还望公子节哀。既然这玉佩名声非凡，那就好好保管。多谢，告辞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的孩子，娘娘，快走啊！父亲，二皇子招虎逼宫，我若不在，他必然翻遍整个天下。这个孩子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。求你帮我带他出宫。清风。没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这次就拜托你了。你一定要藏好它，这是平安玉，会保他一辈子平平安安。快走啊！保送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哀家只是路过，皇帝不必多礼。
去忙吧。母后且慢，皇帝有事。儿臣这些年一直有个疑惑，恳请母后解答。哀家累了，皇帝有什么话，可以日后再说。20年前，赵清风从宫中带走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至今我就没有找到。母后，您知道在哪儿吗？难道赵清风是你指使三皇子杀的？很遗憾，自赵清风死后，朕的线索便断了。现在唯一能够寻找的线索就在母后身上。香，娘亲，您不能为难孩儿哦。你难道打算连我也杀吗？你杀的人还不够多？几个兄弟，你的父皇已经是天子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可朕只是个庶出，而我的小八弟还是您的亲生儿子呀！我果然有个小八弟。是你求我把他抠过来，是老鹰，砰！我把它射下来。赵林，我劝你把我放了，为手眼通天，那只要找到我，必死无疑。找到又怎么样？哎，对了，我今天还去找你爹了。你去找我父皇了？你说什么？我用你的命和皇帝老儿做了个交易，现在你的命是我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啊！三殿下就在这里，找！这位，你死无疑了你也高兴的太早了吧？为哥哥身经百战，有你又如何？在这必死无疑。他果然没有抛弃我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我在这儿。导演，您发明的这个连弩威力真大，他们已经全都被消灭了。但少爷还有真力更强大，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别杀我，我求你。当时你杀我爹的时候，没死。啊！我那些都是被逼的，难道你听我解释？他们都不用你说，听。陛下，我看到我太皇子这个日子如手偷死了，我们带着人全军覆没。什么？内务！内务！难道这种事情还要调动大军才能治了这家伙不成？若现在调兵3千，我必将那赵连拿下。你当人家傻呀？调动大军打草惊蛇，他手里握着精盐精糖的制作之法，逃到别国去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若赵林带着制作之法逃去别国，那敌国国力势必转瞬超越我大夏。到那时，
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陛下，陛下，我天子从了，陛下，走，我们走。这怎么败了一个傻子的手？陛下，您没有败，陛下心中有江山社稷，那赵林只是拿捏了您心中的爱国之心罢了。老东西，就别安慰朕了，还是想想眼下怎么处理赵林吧。三殿下已经难以挽回，我认为陛下可以将此事做到尽量减少损失。此话怎讲？那赵林由吃变聪，便一鸣惊人，不如给他个一官半职，让他入京，这样可以加以利用，也能随时盯着。也只能如此吧。大夏历657年，三皇子赵卿谋害朝廷忠良，罪不可赦。今天子敕令削去其皇子之位，明正典刑。没想到父亲的死竟然和皇帝有关，看来只能读取皇帝老儿的内心才能知道真相。只是一代帝王的内心是何其强大，如何看破？赵林，到底要关押三殿下到什么时候？你闹够了就赶紧把他放了。哎呀，娘子，现在还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三皇子已经被老子杀了。什么？他说的是真的。不知岳父大人前来，不是原因，还望恕罪啊。这次我也要谢谢你。哎，爹，这种人有什么好谢的？女儿，父亲能当尚书一职，离不开赵林的布局。若不是陛下看到他的价值，会甘愿放弃三皇子的性命，并且提拔我吗？你已经嫁给了赵家，就是赵家人，以后对你的夫君好点。人果然都是唯利是图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圣旨到。赵林，你干什么呢？圣旨，跪下跪下。跪了，陛下又看不到，懒得跪，没毛病吧？啊！老子一个现代人，这双膝盖只跪天地和父母。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赵林至言之堂有功，特将一等公爵之位世袭于赵林之身，并提拔其为工部侍郎，监管大夏行业盐业开展，亲自。谢陛下。接旨吧。赵侍郎，陛下还托我给您带些话。之前之事既然已经过了，那便如过眼云烟。日后只要你忠心报国，陛下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告诉陛下，微臣林哥哥，这给的也太多了。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义无反顾的帮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但是还是太多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去？我不想我的男人在外面有钱了。这么懂事的女人，还真是少见。行，今天林哥哥就好好奖励奖励。那你一定要好好讲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陛下，南下邻国爆发蝗灾，未来1个月可能会抵达我大夏境内。臣以为提前预防。蝗灾之事不得不防。众爱卿有何提议啊？启禀陛下，臣新发明了一种新的织网技术，1人1日便可织3寸，只需把这些织网放在灾害旁边的稻田之内，便可拦截大量，使稻田免受蝗灾。稻田里
也不失为一种法子。不知造价几何呀？1亩地的织网最多100铜钱，虽说不少，但是相比于蝗虫全部吃掉，也是可行的。赵大人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了吗？谁看见了？赵大人，你觉得我的方法很可笑吗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陛下，这赵侍郎毫无规矩，臣提议打他20大板，让他长长记性。同为工部侍郎，就不要在内斗了啊！你是新官上任，不懂规矩，朕不怪你。说说，因何发笑啊？陛下，南下与邻国接壤良田超过数十万亩地上龙网，那得是多大的规模？这不相当于给长城上贴瓷砖，在太平洋修锅盖儿吗？有道理。于侍郎，你看待问题还是有欠缺呀。陛下，臣只知蝗灾，有些焦躁心急了。陛下，不要怪罪于大人，因为微臣也十分佩服他。此话怎讲啊？因为没有10年脑血栓，就根本想不出这样的提案。也不知道当年是哪个书院把于侍郎培养得如此优秀，脑子有病还带病上朝，我如何不佩服他？赵林，你住嘴！若日后我大夏遇到此类问题，下面的官员都是不过脑子提出解决方案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赵林，你出来，我要和你单挑。于超，你想咆哮朝堂吗？陛下，臣一时冲动，只怪这赵林一直言语相加，臣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尊严。朝堂之上有争执，这很正常嘛。没有争论，朕怎么采纳和听取诸方建议和意见呢？李大人，这个尊严是用实力来捍卫的。是。赵侍郎，面对蝗灾，有何计策呀？启禀陛下，现在还不是北风季节，南下的蝗虫想上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臣以为南下的百姓可以从中原引入大批鸭苗，在南下稻田中进行养殖。待蝗虫压境之时，鸭苗也进入了成长的关键时期，而蝗虫的到来便成为它们充足的食物来源。届时，蝗灾可灭，鸭苗可肥，百姓双重获利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众位爱卿，赵侍郎的提议如何呀？陛下，臣认为赵侍郎这个方法好啊。刘尚书，赵林是你的女婿，你自然会这么说。陛下，赵林认为微臣的建议浮夸，他的又何尝不是？这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只鸭苗下入，等以后长大，肯定吃不完，吃不完肯定要流入市场。这么多鸭子放入市场，肯定卖不完，最后受苦的还是百姓。赵侍郎，谈谈你的想法。我本来只是觉得赵大人脑子有毛病，现在看来是病得不轻。天灾换肥鸭，这么好的事怎么能算损失呢？各位大人，你们知道京城以及京郊上下有多少家烤鸭店吗？超过上百家，每家一天吃到3盘，整个京城每日吞吐过万，一个月超上百万。大夏12个州，又有多少个城市？有多少家烤鸭店？这南下的上百万只鸭子，算屁！微臣以我公爵爵位，若有卖不完的鸭子，我赵林砸锅卖铁，全部买下一只。你公爵府刚刚元气大伤，你以为你能拿出多少钱？鸭胗、鸭肠、鸭血、鸭头、鸭脚、鸭鱼，哪个不能透儿，没想到赵大人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魄力，白玉佩服。尚书大人过誉了。来也何在？于大人身体不适，赶紧抬出去，好好调养。陛下，老臣去吧，毕竟是亲侄子。谢陛下。
以压制皇的策略，朕认为可行，就这么做吧。陛下圣明。女婿，你刚进入工部就对工部尚书的侄儿开刀，是不是太心急了？哎呀，这朝堂局势复杂，你一个尚书，我一个侍郎，还形成不了太大的势力。而公部掌控着整个大夏的制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必须得拿下东北。陛下最恨结党营私，你现在的目标会不会跟陛下的想法相悖？他不愿意又如何？想要站稳脚跟，就得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让别人因为咱的价值不敢动咱。干他娘的！干！爷，喝茶。怎么只有一杯茶呀？我女婿的呢？他自有下人伺候，为何让我服侍他？胡闹！他是你夫君，又是工部侍郎，更是大夏公爵，你伺候自己的夫君天经地义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啊，就不打扰你们父女团聚了啊，我先走了。女儿啊，如果没有赵林，就没有为父的亲情。你跟他关系缓和还好，若不缓和，让为父以后怎么面对他？赵林就是个混蛋。住口！我劝你要看清形势，你若一直执迷不悟，到时候人家一纸休书下来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女儿，赵林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以前我们对他那个样子已经够过分了，人家没有休了你，完全是看在为父还有利用价值之上。若哪一天为父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你就是做小的。哎呀，你是个女人，要懂得讨好自己的男人。小仙仙，少爷，你喊我。少爷给你一个 surprise。少爷，我什么时候成举人了？我岳父乃吏部尚书，给你安排个举人，不是轻轻松松的，这就叫关系。少爷，相比于什么举人，我更想成为咱们赵家的管家。你可千万不要赶我走！哎，管家这事交给样，你有更重要的安排。少爷，我当真要考试？对啊，必须考试，只有当了贡士才能当官。哎，你不想过一把当官的？少爷，我一点文采都没有，真能考过？只要你把我让你背的一字不落的抄出来，必定。可是少爷，您的官位可是御赐的，又没考过试，就这么有信心？当然有信心了。哎，你要是上不了，老子踢烂你屁股！哟，这不是我那大聪明兄弟赵林吗？来凤院干嘛？是想考试当状元啊？就凭这个傻子，估计连童生都考不过，何况是状元。哎我你，同学，你疯了！这位可是翰林院学士，你竟然敢打他，想找死吗？哟，我差点把你给忘了，你也该打！我可是堂堂大夏举人，你一个小小家伙竟然敢打我，我要你死！我打你们是因为你们刚才对我家少爷不敬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要我对他恭敬？放肆！我家少爷刚刚世袭了爵位，现在乃是一名爵爷。我是6品学士，大夏的官员，就算是爵爷也没资格打我脸。
区区6品官员，连上朝都没资格的鸟蛋，你装什么大象呀？我家少爷可是皇上御赐的工部侍郎，正3品大员，大你3品，高你6级。下官敢对上官不敬，不打你打谁？这工部侍郎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区区一个举人和一个6品小吏，见着当朝3品大员，还不快快行礼？快点儿！你是何人？为什么要拦着他们行礼？哪儿来的？滚那边去！好大的口气啊！哎呦，少爷，这人看着感觉不太好惹。废话，这可是咱们龙国的大皇子兼护城卫统领，这未来最有可能当储君的人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他告诉我的。我他妈什么时候告诉过你？这3皇子挂了，就抱新大腿了，未免有点太心急了吧？一派胡言！我们什么时候跟过3皇子啊？你就是赵灵，没错。刚才你家下人顶撞了本宫，本宫命你将他断手断脚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对，他就是一个小厮，敢在大殿下面前叫嚣，别说断手断脚，就算让他死10次，也难抵其罪。小子，你家主子可保不了我。妈的，刚才敢打我，这次你跪下求饶也没用。少爷，殿下，你可处置不了他。笑话！堂堂大夏国皇子，连处置一个下人的资格都没有吗？他乃当朝举人，也算是有官职的。即便你是皇子，想要处置他，也得经过律法才行。举人，你这个小厮跟你一样大字不识几个，估计连秀才都考不上，还举人？我呸！你也是举人，这举人的文书你应该不陌生吧？这不可能！他前不久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家丁，这怎么可能？赵公爵好手段呀，仗着自己岳丈大人使手段，将一个下人扶持成一个举人，哼！仅凭这一点，足以让他乌纱不苟。殿下，这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咱们大夏是官位在前，爵位在后。即便你是皇子，但污蔑2品大员，也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接过的。污蔑？还用得着污蔑吗？随便拿个历年乡试的试卷给他，他都做不出来。这种事情一验便知。乡试试卷，你也太小看我的人了。我们今天来这拱院门口是来参加院试的。什么？院试啊？赵林呀，我看你脑筋根本就没好吧？乡试你或许能够蒙混过关，给你的小厮安排一个举人的身份，但是那院试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无论是题目还是严谨度，都是乡试的无数倍。你让你这小厮在试卷上鬼画桃符，简直是对斯文的不敬。此事我必将禀告父皇，陛下将亲自过目你家小厮的试卷。大殿下，如果陛下真看了这小厮的试卷，不会一怒之下把公爵府给抄了吧？我想很有可能。好了，院试在即，2位也不必耽搁。我祝你们早日取得成绩。殿下放心，我们一定名列前茅。啊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快回！是。赵公爵，你当真让你的下人去考场吗？怎么了，殿下？你就不怕我在父皇面前揭穿你？你新官上任，在朝廷之上建立新势力，我作为个人能理解。但是你要找助手，未免也太随意了些。一个小厮，对你也能有什么帮助？这不用殿下您操心。赵灵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跟着我
你以后就是从龙之臣。哎，殿下，我这人找助手，不需要他多精明、多强大，因为当你能看穿一个人心思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一个忠诚的人比什么都重要。对了，殿下，我这小子可不比你那2个才子弱，考个状元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倒是殿下您，堂堂一个大皇子，竟然为了拉帮结派，连那些歪瓜裂枣都不放过，真是让人有点可笑。考状元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赵林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就别怪我在父皇面前检举你的胡作非为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爵府，就别怪我有会与你战。少爷，吃西瓜可清甜了。我看你就像个解渴的西瓜，我还是先吃你吧。拜见夫人。过来。你是赵家的元老，那他从来没把自己当赵家人，不用理他。那个，最近感觉你有点劳累，专门为你做了一个香囊。不会叫人啊？像狗。嘿嘿嘿，嗯，哎呦，赵林，你热脸贴冷屁股。被人甩脸子的感觉不好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赵家不养闲人，要想在赵家有立足之地，必须证明你的价值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正好，哎呀，我有件事想要你做。这件事要是办好了，我公爵府自有你立足之地；要是办不好，那只能说再见喽。呀，少爷带你吃凉粉去。赵离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小瞧我的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老大来见朕，所为何事啊？回父皇，儿臣此次前来是来举报工部侍郎赵林，还有动摇国本之举。此话怎讲？人人都知可考是我大夏世子之根本，然而赵林肆意妄为，依仗自己岳丈礼部尚书刘坤的关系，把自家目不识丁的家丁送去贡院科考，企图在朝堂之上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。家丁进贡院，你是说赵林操纵考试结果？这倒不至于，毕竟礼部的制度还是相对于完善和严谨的。只是儿臣对于赵林的做法非常感到不耻。你的意思，送家丁去院试，就动摇国本了？一个下人怎么可能和那些寒窗苦读10年甚至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同台竞技呢？这不是寒了天下士子的心吗？如此这般，不是动摇国本是什么？朕知道了，去把吕昌叫来。宣礼部尚书吕昌求见。这倒省了宣他的麻烦了，叫他进来。殿下，此次院试的3甲名单已经出来了，都是试卷和名册。李大人呐，此次殿试是否有滥竽充数之辈混进来啊？回陛下，我大夏考核苛刻，所有进入院线之人都绝非泛泛之辈。这次考试考生水平相当，我和众僚们也是费尽精力才得出优劣。老大怎么看？不可能啊！李大人，你仔细想想，就难道没有在考试之中桃李画符、胡说八道的人吗？绝对没有。老夫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记忆力尚未衰退。本宫没有怪您的意思，
您再仔细想想，有没有一个叫赵健的人？他本是一个家仆而已。赵健，确有此人，我对他记忆颇深。那这个人的事件是不是不堪入目、惨不忍睹啊？殿下此言差矣。陛下，此次院试的头甲便是此人。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家奴出身，这就更让老臣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什么？陛下，您一看便知，此人的诗经诗意远胜他人一筹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推酒800里分麾下之，50掀翻塞外声，沙场秋。马作一路飞过，弓如霹雳弦惊，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少年。可怜白发圣。好啊，这赵府的小厮竟有如此大才，宣他，朕要亲自看看。草民召见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召见呐，此次院试那首破阵子的词是你写的？回陛下，正是草民所说。一派胡言！我早就把你的身份查得清清楚楚。从小到大，你只在学堂伴读过2个月而已，怎么可能出书如此旷世佳作？要是有人质疑你的身份，就给我狠狠地怼回去。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。那按照殿下所言，难道平民之中就不配出现有才识之人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国应以民为本，民乃国之根。根虽然是最底层的存在，但是却可以支撑起整个参天大树。好，说得好。陛下，臣有一要事相求。李大人讲。臣年事已高，礼部关乎天下士子门生，这个位置应该由我大夏新的树根来支撑。赵健，朕有意封你为官，但朕想知道你对天下王朝是如何看法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少爷真的是把一切都预料到了。好，你有没有信心接吕大人的班呢？少爷让我争取个侍郎就行，没想到竟然让我干尚书。若陛下不嫌我年少，草民愿竭尽所能。既然如此，那朕就封你为礼部尚书。赵健呐，还不赶紧拜师？谢陛下。学生见过老师。惭愧惭愧，老夫何德何能可以做你的师傅？但是礼部尚书需要你这样的青年才俊。若是没有吕大人这样的公正之人，学生恐怕这辈子都要埋没荒野了。能出来就好。父皇，儿臣有些身体不适，有请告退。去吧。你们师徒2人想必也有很多话要说吧？也去吧。谢陛下。此次院试，位列第2的苏厉和位列第3的张波，便交由吏部随便安排个官职吧。是，陛下。这赵府的一个小厮都这么厉害，有点意思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当初我们还只是在怀疑，但现在微臣可以确定，陈太后最终将那个人交给了赵清风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小八弟很有可能还活着。但我们调查了所有能调查的线索，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即使他还活着，但若永远消失的话，对陛下也构不成任何威胁。废物！一个大活人，20年了都查不到吗？老爷，
我绝对不允许有潜在的威胁存在。陛下息怒，或许是我们调查的方向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都想着赵清风会把这个人藏得很远很深，可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个问题想得太复杂了？最危险的地方，也是最安全的，莫非他把小八弟一直带在身边？那他是谁呢？公爵府里和小八弟年龄相仿的家丁仆从都查了吗？启禀陛下，公爵府内能和那个人的年纪相仿的，恐怕只有赵林了。赵林？不可能啊！赵清风的妻子那年死于难产，我是知道的呀。最后他儿子活了下来。陈太后最近行踪如何？和公爵府有没有私下的走动？陈太后最近深居简出，别说是公爵府走动了，就是其他人也是很少见的。朕最近总是有一种危机感啊！陛下多虑了，大夏如今已是太平盛世，民强国富，陛下又何必自虑？就是因为过得太舒坦太好了，朕总感觉都不真实。八弟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你们两个废物东西，连一个下人都比不过！殿下，那小四肯定是作弊啊，怎么可能是头甲？您再去找陛下解释解释啊。是啊，殿下，虽然不知道赵天是怎么做到的，但肯定是赵林搞的鬼。凤凰看到那个小四写的文章之后，龙心大悦。你告诉我还解释什么？那不是让我触眉头吗？殿下，这次我们虽然没有中头甲，但好歹也是第二、第三呀，应该能分配个不错的官职，到时候依旧能够效劳殿下。对呀，殿下，殿下还不要太生气了。你们两个的官职是吏部来分配的，吏部尚书是赵林的院生，会给你们俩分配什么官职吗？你觉得？殿下，您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！赵林的小子绝对会公报私仇，我们前途堪忧啊！殿下，殿下，帮帮我们！殿下，事不做，百事有余。你们自求多福吧。殿下，你都怪你！不要去惹那个什么赵林。现在不仅三皇子要遭殃，就连大皇子也抛弃我们了。还有他那个什么岳丈是什么吏部尚书，落井下石，给我们安排个3万的差事，说不定一辈子就回不来了。你怎么什么事都怪我？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怎么什么事都怪我？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殿下回来了。哟，二位公子这么客气啊？刚见面就行如此大礼啊？哎，不过现在这位可是礼部尚书，当朝2品大员，你们行个大礼也是情理之中。你士别3日，另当刮目相待。我知道你俩很难接受，但是这个就是现实。相国尚书大人，哎，这逼都让你装了，还有我呢。我知道你是来嘲笑我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还要怎样？赵林，虽然我之前经常骗你的钱，但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总算有点情分吧。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们吧。哎呀，这人嘛，都是追求功名利禄的。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可以接受。我这么心善的一个人，怎么会轻易放过你们呢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忠于我，我可以给你们安排到你们想象不到的高度。他就是最好的解释证明。你不落井下石，还要不计前嫌，拉拢我们？没错，人都需要机会。现在机会就摆在你们面前，珍不珍惜就要看你们的本心。如果你们真心追随我，我自然会接纳。若得罪赵林，那等于一无所有，还不如一心一意跟随。他连个小厮都没有之前，何况是我？愿为赵公爵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赵林竟然这么聪明？我早知道，我又何苦得罪他？刘二哥，我也愿意诚心跟着您，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好。
哎，都起来吧，我可以接受你们，但是你们要跟我做件事。来，拿。只要你们在这张皇帝老儿是条狗上面摁个手印儿，我自然可以信得过。赵公子，你怎敢如此？这可是当今的圣上，我们如此辱他，回头是要被砍头抄家的。他有了这个东西，就可以一辈子要挟我们。哎，干什么？只要我们对赵大人没有威胁，并且存在价值，他又怎么会害我们呢？这是我们的同名众。哎啊！好，司令张波，张波，你这个人喜欢算计，又喜欢钱财，我可以把你安排到户部，但是鉴于你是个举人的身份，就只能当个户部郎中。但是不出1个月，我就会把你提到户部侍郎，甚至更高的位置。我是户部郎中了。四品大人。多谢爵爷。你有翰林学士之位，又是会试第2，哎，刑部有个侍郎，你愿意？我愿意。啊，连跳3阶，这连吏部尚书都做不到吧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再加上关系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多谢爵爷，以后我苏立正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我也是。狗奴敢害我父亲，就接受我的怒火吧。少爷，现在大夏中书6部只剩兵部没有咱们的人了，该怎么样安排好呢？哎呀，这兵部乃中书6部之首，想要随便混进去，容易引起人的注意。这随随便便安插个角色，也很难成为高官。哎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兵部尚书白羽搞好关系。可是这个白羽跟皇上一样，是讨厌结党营私的人。如果咱们贸然去搞好关系，势必会被拒之门外。这事儿我就交给刘诗诗了，看他怎么做。他能行吗？这压力越大，动力越大，你懂个屁！这果然环境会使人成长。哎呦，你这才当上尚书几天，就给老子摆架子，装深沉，不想混了。哎呀，少爷，我这不是为了进入角色吗？这不是白大小姐吗？刘小姐，哦，应该是赵夫人才对。相逢即是缘，不如我们一起逛逛。没兴趣。赵林赵大人是个有学识的大才之人，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珍惜他，好好爱护自己的羽毛吧。白羽女儿在这儿，拿下她。既然你们知道我父亲是谁，就请你们不要过来。若是让我父亲知道，定将你们千刀万剐。小妞，你老子仗着兵部尚书，清扫了我山寨100来号弟兄，此仇我不报不可。上，杀了他，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！站住！没想到刘诗诗为了演戏真够拼命的，就怕到时候别真把命搭进去了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这怎么回事？今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伙歹人，是诗诗姑娘为了救我才受的伤。这么做还可以吧？这也太不幸了吧！去，准备针线还有烈性。女儿，女儿，伤到没有啊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多谢夫人救了我家领国，我白家可是欠了你们赵家一条命，都怪我平日树敌太多，才连累到你们。尚书大人不必自责，您与我夫君本就是同僚，我岂能看着姑娘受到伤害呢？哎，惭愧啊，惭愧！赵大人，我们借一步说话，你好好照顾夫人。姐姐，对不起，因为醉香楼的事情，我一直对你有偏见。这都要怪我，怪我有眼无珠，未曾看出我夫君是一个堂堂正正、顶天立地的大男人。还好你们没有错过，最终和赵大人走到了一起。年纪轻轻已是3品大员，更是龙国公爵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破镜岂能重圆啊！可是刚刚你受伤的时候，我明明看到赵大人很担心你，又很温柔。对，很温柔。
这便就是我和我夫君的现状。他娶我入门，就是为了报复刘家，只是因为他太过善良，所以还没那么做。我这就去和赵大人解释，你是个好人。妹妹不必多此一举了。他跟我说过的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我，他喜欢的是像妹妹这样的女人。姐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与赵大人仅仅两面之缘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？他告诉我，他在醉香楼的那日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妹妹，你若有意，姐姐定愿意支持你。只有妹妹这样的女人，才能配得上赵月。好了，姐姐，不要再说了，好生休息。难道赵琳真的喜欢我吗？我和她真的可以？倒是越来越有意思。赵大人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一时走神。尚书大人勿怪，勿怪。完了，让那凌波喜欢赵大人，那也无所谓。如此优秀的男人，3妻4妾也很正常，与他不中留啊。少爷，药来了。先下去吧。只是让白羽欠了个人情，还不足以达到控制他的目的。你必须拿下白灵波。你都做到这种程度了，我要是再拿不下他，也太辜负你了。我至今不知道你的目的是如何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权力，为什么一定要控制中枢6部呢？我想造反，谋害我爹的就是那个狗皇帝，他夺走我的亲人，我就要拿走他的一切。谋权篡位，那会成为千古罪人的，你会被世人唾弃。谋权篡位，千古罪人。自古以来，哪个朝代更迭不是谋权篡位导致？再者说，这个事还未结束。有句话叫做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。可你就算是控制了中枢6部，赵弘大儿子赵琴，二儿子赵岩都不是泛泛之辈，一个是护城卫统领，一个是镇北大元帅，皆手握重大兵权。我明白，你是想说我能扳倒朝堂上的大臣，却扳不倒皇帝这2个儿子，对吗？他们和三皇子可不一样，就算是你手握他们的把柄，皇帝老儿也会维护他们的。真没想到啊，你还能看到这一点，真是让人欣慰啊！看来你对我还是有点作用。皇帝老儿护犊子这个事我是见识到了，但即便这样，我还有法子。什么法子？让他们2兄弟斗起来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陛下，微臣要参赵侍郎一本。哦，朕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上司参奏下属的，新鲜。行啊，趁着大伙都在，朕准你说道。近期朝廷来了许多新人，而这些新人个个都位列大夏中枢核心，并且十分年轻。这自古后浪推前浪，这朝堂之中有新鲜血脉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是，朝气蓬勃的朝廷没错，而位列中枢的各位大臣，却都是与赵琳有关之人。吏部尚书大人就不说了，赵琳岳父；礼部尚书大人赵建，户部郎中张波，刑部侍郎苏立，都是与之有瓜葛之人。结党营私之心太明显，请陛下明鉴。要是说有关系就是结党营私的话，那诸位或多或少都有些牵连。于大人只参我一个人，恐怕不同啊。这些所谓的新鲜血脉，在中枢毫无建树，却都位列高官。用了什么手段？赵大人你自己清楚。陛下，微臣有事启奏。说，这是微臣苦心研发的税法新政，非常适用于大夏国情，请陛下过目。呈上来。这真是你写的？微臣不敢作假。进入户部，想快点往上爬，就得拿出点有用的东西来，这个肯定能帮到你。好，税法体系写的真好啊！
这正是我大夏财政所需之物啊！气头啊！这几个字虽然朕闻所未闻，但却令朕耳目一新。多谢陛下肯定，微臣觉得可以推行此政。好，朕准了，就由你来执行。哦，对了，这郎中一直有点委屈你了，即日起，你就是户部侍郎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微臣虽刚进刑部不久，但也略有感悟，所以写了些东西。呈上来。哎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谢谢爵爷。父皇，你怎么了？你给父皇看了什么东西？陛下如此的伤心难过。来人呐，带下去，听候处置。慢，朕哪里是伤心呢？朕是喜极而泣呀！朕因为又看到了国家律法之希望啊！这部律法6点所书，正是我大夏律法之所向之处啊！律法一事自古就是个难题，迄今为止，这是朕看到的最全面、最严谨的律法典章了。谢陛下。今日这2股朝廷的心血，令朕刮目相看，真心甚慰，真心甚慰啊！李大人，你不是说这2股心血毫无建树吗？今日又待怎讲？陛下，恕老臣眼拙。行了，念你多年为国操劳，朕今天就不治罪于你了。以后要记住，不要倚老卖老，瞧不起这些大夏的年轻人，记住了没有？老臣明白。哎，陛下，微臣要参与上书一本。你，赵大人呐，今日之事就暂且过了吧，没必要久处不放了。陛下，老臣已经知错，赵大人这是有何必？陛下的意思是不让微臣说？我不是不让你说，都是朕的臣工，你说多了有何意义？赵侍郎，今日陛下可能有些乏累了，你少说2句。今日朝堂之上，文武百官面前，于大人侮辱微臣，实在是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所以微臣必须要说。说。要是说结党营私，要是说没有建树，恐怕非于大人莫属了。赵林，你休得胡说！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于上书在工部尚书一职10年，发明了一些农具和几个搁置的战车之外，好像是实用的东西一个没有。其侄儿于涛更是发明了什么保温的泡脚盆，就能当上侍郎，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赵林，你放屁！若如此毫无建树之人都能位列中书大臣的话，那岂不是寒了天下真正有大才之心的人吗？赵林，仗着自己治唐治严有功，欺人太甚！老臣与侄儿于超，岂有你说的那么不堪？你岂是不堪这么简单吗？启禀陛下，不仅如此，工部尚书贪污成性，每年工部公用的制造款项，不少一部分都进入了这对叔侄和某些大人的口袋之中。父皇明鉴，赵林就是赤裸裸的冤枉。于大人是出了名的清廉，怎么可能贪污？于大人怎么个清廉法？还望在大殿下赐教。皇族之上谁人不知？于大人平时连官袍破了都是自己一针一线缝的，平日里都是以素食为主，今日才吃1枚鸡蛋，1个月才吃1顿肉。作为一个当朝2品大员的中书大臣，如此度日，不是清廉是什么？你笑什么？哎呀，身怀数百万两存款，你却如此的节衣缩食，怎么真他妈会演？一派胡言！陛下，臣哪有什么数百万两存款？赵林他是得失惊风了。现银40万两，匿于老家的谷仓之下；黄金8万两，藏于老宅的粪坑下。周氏钱庄
以自己远房表弟之名存了80万，得胜粮庄不记名粮票100万斤，这些足够养活一批军队了。陛下，如若不信，一查便知。工部关乎整个大夏制造款项，如此巨额财产竟被鼠逆。于大人，可以想象，工部这些年建造的东西是什么豆腐渣工程？西关大坝决堤，渡口大桥断裂，3道沿的腐朽，哪个不是你贪墨所致？而你每次都推给天灾人祸，毫无收敛之心，于正啊于正，你死不足惜。一行人调查我，于大人，我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应该也知道，我知道你的苦衷。只要你亲口说出来，我想陛下肯定会从轻发落的。父皇，于正贪污巨额，罪无可恕。来人，这个老贼给我拖去市政逼！陛下，老钱贪污的银两，每花1分1厘，全都给他砍光了。皇帝老儿果然是要维护自己的儿子。于正贪墨巨大，收入天牢，剩下的事情有3法司审明后再行定夺。人累了，都下去。老大留下。跪下！工部乃朝廷的重中之重，你都敢伸手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请父皇恕罪，儿臣愿接受一切处罚。父皇，少年心机不纯，刚害死了老六，又对我下手，我断我皇族血脉，其心何诛啊！人家有理有据，你干的事情不可为夫混账。你太令朕失望了。不过这赵林的心思，朕是越发看不懂了。以他现在在朝廷的威望，似乎已经越来越难掌控了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是时候该除掉赵林了，留着他，对朝廷、对您，都是一个不可控制的祸害。陛下，二殿下镇北回来了。哦，快叫他进来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不必剧烈，起来。父皇，此次镇北，儿臣成功击退北蛮，并令其退兵3000里。此乃敌军降书，请父王过目。终于出了个争气了，你做得很好。父皇言重了，能为父皇分忧，是儿臣的职责。赵言听风，即日起，朕立你为太子，未来储君。谢父皇。老大呀，还不见过太子？大贵在。若晴，见过太子殿下。大哥，我们是亲兄弟，这也没有什么外人，何必行这么大的礼啊？我知道，有的人心中不满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只有兄弟齐心，在这个世上就无人可以撼动我皇家的地位。我能说的是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可以当太子？就因为他有退位之功吗？大夏兵强马壮，老二只不过过去就走了一个过程，就封他为太子。凭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很生气，对吗？这醉香楼可是我公爵府的产业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就算是你的产业，我堂堂大夏皇子，让你给我滚蛋！不想看到。堂堂一个大夏的皇子，在这借酒消愁，和一个臣子之间，真是让人可笑。是不是我杀了你？杀了我？杀了我有用吗？现在赵岩才是大夏的储君，而你一个刚犯错的皇子，又要杀我这个中书大臣，下场你应该知道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帮你。怎么帮？
帮你解决了他。赵林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竟敢谋害太子！咱俩就别这么虚伪了。如今赵岩已经被册封为储君，而你呢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要是他不死，你可就真没一点机会了。哎呀，你住口！我们兄弟之间不需要你来挑拨。就算他当上太子，我也是他大哥啊。日后我们兄弟之间竟能相敬如宾，共治天下呀！相敬如宾，还真是让人可笑啊！你可是堂堂的护城卫统领，有禁军3万，护城军2万。虽然这兵马不多，但都是精兵强将，又是京城核心部队。要是赵岩登上了天子，你这个身为大哥的护城卫统领，还能坐稳吗？皇帝身体一直不好，听说一直用续命的法子活着，说不定哪天就没了。城外300里有20万驻北军正在集结，说是班师回朝，但说不定在密谋着其他的省事，说不定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，把我护城卫给端了。可恶啊！可恶啊！你很清楚，但就是不愿意承认。住口！再多说一句，我管你什么中书大臣，立马派人拼了你公爵府！这是我亲自研制的机械弩和设计图，100步之内穿胸而过，一击毙命。若你的护城卫装备上它，那20万驻北军可未免是你的对手。行，我滚，我滚，走。虽然我不知道赵林现在是什么心思，但是这个东西要是装备在军中，日后定是有备无患。二弟，皇位只能是我的。终究是个害怕世俗眼光的女人。算了，放她自由。还想逃出我的魔爪？休想！不好意思，不打声招呼就走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？你放着，让我走。你干什么？你别后悔！赵林，给我放下来！放下你不就跑了？你把我放下来，我不跑了！求你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看着就看着，让他们看着。你放下。你让我走好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还是说，我公爵府哪亏待你了？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过不去心里那道坎，我们不合适。你还没进我赵家门的时候，我爹就把你许配给我了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你在害怕什么？我只能听到他的心很乱，乱到我没办法听清。我生，君未生；君生，我已老。什么新生未生的？那树上的新枝和老枝，不也都是在春天发芽吗？正所谓两枝并为春，岁岁仿佛年少。可我始终比你年长啊！女大3抱金砖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不介意。可我大你6岁，那就抱2块砖。你真的不嫌弃我吗？我现在或许还有些许风华。可10几年后，年老色衰之时，你还会真心待我吗？你嫁进了我公爵府，就是我赵林的家人，哪有家人嫌弃家人的？
你去把关柔找回来了。没错，找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女人身上？她对公爵府，对你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。别说了，这突然这么现实起来，我都有点不习惯。是你教我如此的。行。根据你提供的线索，我手上已经有了兵部尚书白羽很多把柄。现在只要你能迎娶他的女儿，兵部就能牢牢掌握在你的手中。白凌波嘛，这姑娘似乎好像对我有点意思，拿下她问题不大。女性都是慕强的，就像当初的你，在人们眼中只是个傻子的时候，就没人肯高看你一眼。而你，虽然现在风头正盛，但却比刚刚镇北成功又被封为太子的二皇子相比，还是差了不少。太子，他对白凌波也有意思吗？太子虽然身兼镇北元帅一职，但其主要的兵力都在漠北，而大皇子赵秦手下的兵丁却全是京城周边的精锐。太子想要从内制衡大皇子，那么兵部尚书白羽就是他不得不拿下的目标。原来如此啊！不过这公平竞争有意思。少爷，刚才陛下已经让礼部写下聘书，说让太子殿下迎娶白姑娘为太子妃，现在已经在送聘书的路上了。知道了，这太子挺辛勤，那我也不能闲着了，下去吧。有了此书，你便可以孑然一身，好好的追求白姑娘。你这突然让我有点对不起你了。是我先对不起你的。您放心，等我替父报仇之后，肯定还你个名字。老二想拉拢白羽，你得想想办法，不然纵使有你的弩箭，也对付不了他。我这番就是去应对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我若登上皇位，便封你为辅佐大臣，三公之首，中书六部任你驱使。那就多谢太子殿下了。好自为之。爹，您是说太子殿下要来我们白家提亲？这消息十有八九都错不了。女儿啊，太子殿下赵岩，当今的储君，更是镇北大元帅。你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珍惜机会啊！可我如何配得上太子殿下？女儿，你可不要妄自菲薄。太子殿下能看得上你，那必然是有看得上你的理由。太子殿下能看得上我，恐怕是因为您是中书军机大臣的原因吧？你要这么说也可以，只是谁让我这个军机大臣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呢？再说了，其他的姑娘也没这个福分当爹的女儿呢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惦记着赵林？他很优秀，我承认，但是跟太子殿下相比，他还是差太远了。更何况他还有妻室。是太子殿下。微臣参见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，拍大人之事不想见我吗？啊，怎么会呢？不知赵大人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呢？太子殿下驾到！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两位快快起身吧。不知太子殿下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呢？白大人，本宫今日前来，肯定是要……白大人，赵林这次前来，是向凌波提亲的。凌波，嫁给我。我，赵林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已经有了正妻，我白羽的女儿可不会去做小啊！我和刘诗诗已经和离，这是和离书，在户部已经登记。凌波嫁给我，可怎么样？你就是那个发明了京盐京糖的工部侍郎。
赵元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工部尚书。工部尚书，那见了本宫为何不跪？腿脚不便，不想下。大胆！太子殿下是君，而你是臣，管你有什么理由，都要下跪。我不跪了，那又如何？你见君不跪，分明有谋逆之心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动手试试！仗着一个二品官员在这里不知天高地厚，我看你是找死！赵林，这是太子殿下，你下跪那是礼数。快大人，我今天来是来你家提亲的，非让我下跪，那多没面子！就算陛下对我这礼数之事也没有过多追究，太子殿下非让我下跪，是不是有点太过？好了，白大人，本宫今日来你府上就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向凌波姑娘提亲。至于这个顶撞我的人，本宫伺候会自己处理。但是现在，本宫要你给我一个答案。这讲究先来后到吧？提亲是我先提出来的，难道太子殿下要仗着自己的身份挖别人墙角吗？赵林，你休得胡说！太子殿下什么时候挖墙角了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太子殿下，我听说你和凌波姑娘素未相识，而我和凌波姑娘情投意合，我才来求的婚。太子殿下，这不是挖人墙角，这是什么呀？你不用说，我都明白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婚姻大事自然得由父母说了算。自然我们的目标一致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竞争对手。你也配合太子这战，还不滚蛋！丢人！啊！死了！长头脸被一拳打死了！来人！你竟然敢杀本宫的人！一个小小的五品童女，敢以下犯上，他该死！你既然有如此武力，也确实有几分狂傲的资本。那正好啊，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武斗，谁赢了，谁就迎娶白骨。好啊，那我也想领教领教这镇北元帅有几斤几两。二位请住手！二位一个身为工部尚书，一个乃是当今储君，岂能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？即便那个女人是我自己也不行。是二位，没必要如此吧？况且，我白凌波不是一件货物，任人争抢。若如此，我宁愿谁也不嫁。二位请回吧。你的眼神，还有你的气势，都在告诉你是一个真正的战士，而且是那种行武多年、骁勇无比的战士。可是你却如此年轻，奇怪，太奇怪了。太子殿下如此夸赞，赵某真是受宠若惊。不对，不对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就可以发明出惊堂惊言，还在短短时间统一了6部，现在还有这种秘密？他们当年说你是个傻子，怎么可能？难道这些年你一直穿着人皮面具吗？太子殿下说什么？赵某听不懂。这镇北元帅果然不是泛泛之辈，既然能看出我前世的经历，看来得抓紧时间做事了。听说有些人可以拥有2世的基因，他们相貌年轻，但是他们却已经是2世为人，不可以貌而论之。不过，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呢？今日确实是本宫慢了半拍，理应是赵大人优先。本宫告退了。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
赵大人，你这也太……太子殿下，您就这么放弃白姑娘吗？放弃白姑娘等于放弃整个兵部，没有兵部尚书、行李大臣的帮助，咱们对大皇子可能会很被动，陷入绝地啊！现在兵部是次要的，当务之急是赵林这个人，他比我想象的要危险得多。他那么想要控制中书6部，现在又疯狂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，他比我大哥要危险太多了。不行，我要把今天感受到的东西让他复活。白大人，既然太子殿下已经走了，那我和凌波这婚事，白大人能否成全？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向来江山惯养，我可不想左右她的婚姻大事，一切她自己决定吧。凌波，我知道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可愿同去？这地方美吗？其实，我觉得诗诗姑娘挺好的，你应该选择原谅她，而不是走到这一步。我为你们的事情感到惋惜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她确实挺好的，我也是接触后才发现。那你……但毕竟隔阂在前，这次和离，或许是破而后立的契机。你是说，你们会和好吗？你想我们和好吗？我希望你们和好。即便我对你有意，但我也不希望诗诗姑娘失去你。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比起她，我更不想错过你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怎么能向一个女人下跪？我赵林不跪天地，不跪王权，但对我喜欢的女人，这一跪，代表了我所有的真心实意。凌波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从未见过男人如此向女人求婚。这戒指是何含义？你若答应，就戴上它，它就会把你牢牢地套住，成为我的人。你愿意结婚吗？我愿意。哎，凌波，你这是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问君敢与我相连？连就连，我和你相约100年，谁若97岁死，奈何桥上等3年。根据锦衣卫提供的消息，我已经查到了。朕的八弟，真是他！父皇，作为太子，又是镇北将军，如此慌张，成何体统啊？父皇，那个赵林，他有问题。何出此言？我总感觉他在酝酿一个惊天大阴谋，他的目标很有可能是我们皇家的地位。才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短短时间就控制了中书6部，假以时日，肯定没有人能治得了他。自古大才之人，独揽大权是个坏事，但同时也是好事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发挥出对国家最大的作用。即使控制了中书6部，只要兵权、皇权在我们手里，又有何惧啊？怎么，
有这样的人才替你治理国家，而你坐享其成，又不用烦心，有何不好啊？可是，儿臣心中一直有一股阴霾挥之不去。那个赵林必须死。他在工部发明了精盐、金堂、水泥、炼钢技术等，单独的拿出哪一件来，都是旷世功勋。而且他还在不断的创造奇迹。像这样的人，如果杀了，朕如何向天下的百姓交代？天下重要，还是皇权重要？那你想如何做？我要一统兵权。连你大哥的护城军在里边吗？我既已是太子，大哥理应让出兵权，随便找个封地当个王爷就好。你是不是想借着除掉赵林而谋取一统？随您怎么想。您若不肯，即日起我便以清除乱党之名，将镇北军调至京城。混账东西！我刚立你为太子，你就如此刺激你的大哥。倘若镇北军进城，大哥必然夺心。父皇，儿臣既是当朝太子，也是一国元帅，我势必统一天下，清除一切障碍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救大哥，更是为了救我们皇家。好，有魄力。朕心甚慰。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只要不害你大哥。我不想看到你们兄弟兵戎相见。你们都已经长大了，有些事情也不是朕能控制得住的。父皇叮嘱，臣谨记。来业何在？微臣叩见陛下，太子殿下。朕命你率起一位辅佐太子，特赐天子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是，陛下。都下去吧。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颇有您当年之风。交给他，一切都会风调雨顺。去请太后，又说朕有事找他。太后礼佛闭关7日，明日便可出关。有些事情是该说清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儿臣恭迎母后。皇帝，哀家刚刚出关，你便催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啊，母后啊，朕叫你来是想告诉您一件大喜事儿。喜事？经过了朕锲而不舍、孜孜不倦的努力，终于找到了小八弟身在何处。您是不是很想他呀？你已经是天子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留下你这唯一的弟弟，不行吗？赵清风确实有些手段。那年他妻子难产，实际是母子双亡，他用儿子替换了小八弟，一直养在身边。赵林，是也不是？果然是他。哦，其实朕真的不希望是他。
他可是个大才大夏，百姓离不开他呢。是，大帝就是他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唯一知道他身份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赵清风，他已经死了；另一个就是我。哎，母后，这是何苦啊？这些年我被你豢养在皇宫之中，不见天日，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。我现在愿意用我一命换他一命，只要我死了，就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。不管你对他做什么，只要你留，你八句这一条命就足矣。裴荣，你复仇！我没有和你商量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只有我心里有你的份，我不死，万一睡到赵云身，对你只有危险。不，朕不让你死，不允许你死。朕要让你看着你的儿子一刀一刀是怎么活剐了的。谁叫你当年拒绝了我不说，还从了我那个混账父亲，本来是属于我的。混账！这个孽种，我刚刚移回了20多年了，试问我能轻易放过他吗？大事不好了！呀，大事不好了！何时惊慌？你们看，这个位置地处黄河。太子驾到！参见大哥。太子真是折煞我，要行礼应该是我行礼才对，怎么反过来了？我虽然是太子，不过我依然敬重你是我的大哥。我们兄弟之间就别说这些虚伪的东西。今日来我这儿，有什么事情？大夏12州的幽州，地处西南，风景优美，物质丰富，大哥还喜欢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是想赶我出京城吗？这京城太危险了，去当个幽州王，过着无忧无虑神仙般的日子，不好吗？赵岩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可能离开这儿。就算撇开皇子这个身份，我也是护城卫统领，京城是我的根基。什么幽州王、凉州王，谁爱当谁当去。今天太子殿下过来，就是免去你护城卫统领一职的。笑话！我这职位是父皇钦点，除了父皇，没有人能革职我。我有陛下特赐的天子剑，如今的太子殿下已有了监国之权，太子殿下的话就是陛下的话。当真要这样吗？你以为我有如今的地位，岂是你们一句话就能动摇的？谁也不行！大胆！你是要造反吗？大哥，别难为我，我已经下令让驻北军入城，你们就几万人，没有什么用的。我早就知道你已调兵入城，我有应对之法。大哥说的不会是这个吧？你怎么会有？在你的护城卫里安排一些细作，还是十分容易。而且你们又在大肆制造这种特制公务，我岂能不知道？虽说有些复杂，不过不好意思，我还是仿制出了一批。现在我们双方的武器装备应该算是势均力敌了。当真要赶我走？我是在救你，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。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带我驻北军入城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难道当真我输了？统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能说，我要去见赵林，他应该有办法。太子殿下，您如此逼迫您大哥，
他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？我还是了解我大哥的，他虽然性子刚烈，不过平日里对父皇还算敬重有加，这种出格的事情还是干不出来的。太子殿下，那我们驻北军进入京城的第一件事，平了公爵府，拿下赵林，或者杀了。是。赵公爵，赵公爵，太子逼着我离开了，该怎么办？我这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。此话怎讲？这个龙威出现的太子殿下调兵入城，第一个想要除掉的人应该是我。你想啊，我一个控制着中书六部的老鸟，对他这个在北漠待了几年才回到京城的太子来说，有多大的威胁？远在你这个亲大哥之上。那我们就是完了。但是你甘心吗？我不甘心，又有何用啊？我有一个法子，想知道吗？没办法。你进军护城卫，皆在京城之内，3个时辰就可以封锁京城。依靠城墙的防御以及城内的资源，就算他20万驻北军，又有何惧？在这期间，你挟天子令诸侯，让皇帝老儿传书12个州，就说太子要谋反，请求支援，不出1个月，里应外合。你那太子兄弟又有何惧？哎，还有一个法子，就是你直接结果。栽赃给太子，然后自己当皇帝。赵林，你住口！老子你在说什么？我是皇子啊，我是父皇的长子，我岂能那样对待我父皇？你他妈才住口！你还好意思说你是长子？那为什么你不是太子，而赵岩是？称王在后，往往就在一念之间。皇帝老儿他怎么当上的皇帝？逼宫、谋权、篡位。这20年，又有谁提过一句？又有谁能动摇他的皇帝之位？而你呢，胆小懦弱，小肚鸡肠，储君之位没有传给你，我看也是情理之中吧。还大言不惭地说让我做你的辅政大臣，滚呸！我能听见你内心的声音，我知道你这些年父亲对你的区别对待。太子永远都是那个最聪明、最受宠的人，而你呢，受罚挨骂。长大后，就算你拼命的追赶、拼命的努力，也改变不了你父亲的偏爱。你为什么要压制住你内心的这股怒火？我告诉你，成大事者，一双手岂能是干干净净？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怎么做，怎么选择，你自己决定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懦弱。逼宫才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恭喜你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你打算现在怎么做？我早已传输了11个州，让他们调兵，请求支援。只要假传圣旨啊！传国玉玺很难仿制吧？再说，我控制了中书6，有几个中书大人的联名同书，这个还骗不了他。难道你早就预料到我会听你的？你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做事去吧，留给你的时间可真不多了。大事不好了！哎呀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说。大皇子对外声称太子殿下有逆谋，即调领禁军和护城军围住皇城，说是要保护陛下。琪儿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？可这是事实啊！你死啊！你死！他真干！天道饶过时，赵侯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你住口！
父皇，儿臣救驾来迟，还望父皇恕罪。逆子！朕什么时候让你救驾了？你逼我的！父皇，麻烦你御笔亲书，就说太子谋反，你传位于我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晴儿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。是不是有人蛊惑你？啊，是不是他？是不是晴儿？你怎敢？我的孩子。娘娘，快走啊！二皇子赵弘逼宫，我若不在，他必然翻遍整个天下。这个孩子，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。求你帮我带他出宫。清风，没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孩子就拜托你了。你一定要藏好他。这是平安玉，会保他一辈子平平安安。你快走啊！保住！这些年我不在你身边，委屈你了。杀了我的生父，先帝赵秦。又害死我的养父赵清风，必须得死！夏正乃大内第一高手，天下无人能及，就凭你。陛下，您是让奴才直接取了他的性命，还是先断了他的经脉，将他打成废物？他害得我父子反目，兄弟相残。拿下他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是，陛下。这是何物？刚出炉的新发明，还没来得及向朝廷汇报。那你就带着你的新发明跟阎王爷报道啊！动手！八弟，都是朕的错啊！朕千不该万不该，朕实在是……你死了！大仇已报。突然对这个时代没什么追求。灵儿，赵弘已死，娘可以为你正名，你才是正统顺位继承人。娘，皇帝我没兴趣当。这个时代，不管是太子还是赵秦，都比我合适。太子赵岩勇敢、果断、见识远。那个赵秦嘛，虽然有些不足的时候，但是他善良，最后面对自己的至亲也没能动手。若这次他们兄弟在兵刃之间能够明白一些道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我相信大夏肯定会更进一步。那你呢？我早就求救各州郡派兵阻止这场帝王之争，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束了。我听说南海有个小岛，物质丰富，人迹罕至，远离纷争。我想和我一家人到那儿去。娘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娘和你一起。灵儿，快醒醒啊！赵弟没事，放心吧。那么大个炸弹能活下来，简直就是奇迹。谢谢了，老赵。
我回来了。我们的大英雄，你终于醒了吗？你可让我和诗诗担心了好久呢。我回来了。